穿越鬼灭世界重生成为主角炭治郎。不过穿越回来的时间线竟是炭治郎全家被遇害那天。手握满级日之呼吸的我本想提着破柴刀10分钟速通大结局，结果被不讲武德的无惨偷袭，强行打了一管高浓度鬼血。于是我便从卖炭少年变成了长发及腰、美若天仙的绝世女鬼，而祢豆子则扛起大木箱，为了保护变成姐姐的我战斗。鬼杀队的画风彻底变了，一个手握日之呼吸、砍头不死还美若天仙的女鬼开始追着鬼之始祖满世界砍。此时，在风雪交加的山路上，鬼武士无惨穿着一身昂贵的黑色西装，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今天心情不错，他打算去前面的山里找一家人测试一下自己新调配的血液，希望能制造出不怕阳光的鬼。突然，无惨停下了脚步，前方10米外的雪地里站着一个少年，少年穿着黑绿相间的格子，与之手里拎着一把生锈的柴刀，正用一种看死人一样的眼神冷冷地盯着他。无惨愣住了，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少年的瞬间，让无惨的脑海深处不可遏制地浮现出一个拿着红色武士刀的恐怖身影。纪国元一，你是谁？刚穿越过来的我根本不打算跟他废话，看到这张脸的瞬间，日之呼吸一之行，元武没有废话，没有试探，起手就是满级大招，一道炫目的火光在暴风雪中轰然炸开，瞬间撕裂了风雪。无惨甚至没有看清我是怎么移动的，他只觉得脖颈处传来一阵难以忍受的灼烧。生死关头，无惨的求生欲爆发，背后的触手猛地弹出，挡在身前，扑哧，触手被附着着日之呼吸的柴刀瞬间切断，切口处燃烧着熊熊烈火，怎么也无法再生。这不可能！无惨内心的惊恐达到了极点，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区区一个拿着破柴刀的人类小鬼，为什么会用那个男人的招式？我眼神平静的可怕，算你运气好，不过没关系，下面还有12连击，你可以慢慢享受。日之呼吸2之行，碧罗天。接下来的5分钟是无惨活了1000年以来度过的最绝望的5分钟，他引以为傲的恢复速度在日之呼吸的灼烧下变成了笑话。他的每一次攻击，每一个假动作都被眼前这个少年一眼看穿。这家伙明明看起来只有13、14岁，但那恐怖的压迫感简直比当年的纪国元一还要让人窒息。眼看自己马上就要被切成1500块，无惨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疯狂的怨毒。既然打不过，那就爆了！在我的柴刀即将砍断他脖子的瞬间，无惨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他放弃了防御，硬扛着被砍掉半边身子的代价，将剩余的触手化作最尖锐的毒刺，猛地扎进了我的胸口。扑哧，鲜血飞溅，大量的浓郁到令人发指的鬼王之血被疯狂地注入了我的体内。死吧，在我的血液中痛苦的爆体而亡吧！无惨接着反冲力，像一条被踢飞的野狗一样疯狂后退，连狠话都没放完，直接发动血鬼术，连滚带爬的逃跑，只留下一地燃烧着火焰的断肢。我丢掉柴刀，住胸口，倒在雪地里，大意了！我没想到无惨居然这么不要脸，打不过就强行喂血，一股岩浆般的剧痛在体内炸开，大量的鬼血在疯狂破坏我的细胞，试图将我重组。该死，我绝对不能死在这里！大家还在等我回家，意识渐渐模糊，最终陷入了黑暗。不知过了多久，风雪停歇，微弱的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我在一阵刺骨的寒意中猛地睁开眼，摸了摸自己的胸口，伤口完全愈合了。不仅如此，我的视力、听力、嗅觉全都提升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境界。变成鬼了吗？我挣扎着爬起来，走到路边一个水洼旁，低头看去，水面上倒映出的不再是那个阳光坚毅的卖炭少年，而是五官精致到极点的少女。原本的酒红色短发此刻变成了及腰的长发，额头上的斑纹还在，但却因为柔和的面部线条多了一丝奇异的魅惑感。我呆呆地看着水洼里的自己，完了，不仅变鬼，还变性了。就在这时，一阵踩在雪地上的脚步声从不远处传来，我转过头，只见一个黑发青年正手握着日轮刀的刀柄，是水柱富冈义勇。去死吧，恶鬼！义勇毫不犹豫地拔出了蓝色的日轮刀，摆出了水之呼吸的起手式。我看着眼前这个曾经的师兄，面无表情地捡起了地上的生锈柴刀，绝美的脸庞上扬起一个和善的微笑。富冈先生，你迟到了。水之呼吸一之行，水面斩击，湛蓝色的水波划破空气，义勇的身形瞬间化作一道残影，刀刃直逼我的脖颈。他打算先制服这只奇怪的女鬼再说。然而在通透世界的视野下，义勇的肌肉收缩，血液流动，在我眼里慢的就像是电影的慢放镜头，太慢了。啪的一声，义勇只觉得眼前一晃，自己志在必得的一击竟然硬生生停在了半空中。他震惊的瞪大了眼睛，那只绝美的女鬼竟然只用2根雪白纤细的手指就轻描淡写的夹住了日轮刀的刀刃，这怎么可能？就算是上弦的鬼也不可能如此轻易的接下这个斩击。我松开手指，往后退了2步，以示自己没有敌意，把刚才发生的一切原封不动的告诉了义勇。如果说刚才空手接白刃让义勇感到震惊，那现在简直就是一颗陨石砸进了义勇的脑海里。见义勇还有些迟疑，我直接抛出重磅炸弹，你的师傅就是玲珑左近次，他还住在霞雾山，对吧？听到恩师的名字，义勇最后一丝防备也卸下了，他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个额头带着火焰斑纹的绝美女鬼，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她虽然是鬼，但好像还挺通情达理的，而且长得真好看。行了，别发呆了，天快亮了，我们先回我家再说。只是一低头，那沉甸甸的负担感让我再次叹气，当女人真累啊。半个小时后，灶门家的木屋前，门一开，祢豆子愣住了。院子的雪地上站着2个人，一个手里拿着长刀的面瘫男人，另一个则是一个穿着哥哥的世松文羽之美的不可方物的少女。祢豆子像小老虎一样举着扫帚挡在门口，你们是谁？把我哥哥怎么了？我看着眼前鲜活健康的妹妹，眼眶一热。祢豆子，是我啊，我是哥哥。祢豆子不仅没有放下防备，反而更紧张了。你胡说，我哥哥明明是个男孩子。我头疼的扶住了额头，只好把刚才发生的事又讲了一遍。为了证明自己，我还熟练的背出了一长串家里的秘密。你睡觉喜欢踢被子，花子最喜欢的玩具放在柜子第2层。祢豆子手里的扫帚慢慢放下了，他不可置信的瞪大了眼睛。你真的是哥哥？我苦笑着摊开双手，就是现在可能得叫姐姐了。祢豆子红着眼眶，一把丢掉扫帚，猛地扑进了我的怀里。哥哥，我还以为你被野兽吃掉了。太阳终于跳出了地平线，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洒在了院子里。阳
阳光照在我手背上的瞬间，一阵皮肉烧焦的剧痛猛地袭来。哥哥，你怎么了？我猛地往后一跃，直接躲进了木屋的阴影里。看来，哪怕有日之呼吸的底子，现在的我依然无法克服阳光的弱点。富刚一勇握紧了刀柄，上前一步：你现在是鬼，如果被其他的斩鬼剑士发现，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斩下你的头颅。祢豆子听到这话，立刻挡在我的面前：不许你伤害我哥哥，我不杀他。祢豆子的目光落在了义勇腰间的日轮刀上。刚才这个男人说过，他是斩鬼的剑士。祢豆子一头磕在雪地上：这位先生，请你教我如何战斗，请教我如何使用那把刀。我要加入你们，我要成为斩鬼的剑士，保护哥哥。安静！院子里死一般的安静。我没有阻止祢豆子，在这个恶鬼横行的世界，只有自己掌握力量，才能真正保护想保护的人。而且有我这个满级大号在旁边当陪练，祢豆子绝对能成为鬼杀队最强的新星。义勇终于开口了：你站起来，去霞雾山找一个叫玲珑左近次的老人，信里我已经说明了情况。说完，身影瞬间消失在风雪的尽头。义勇走后，画风彻底变了。为了躲避阳光，我和祢豆子做了个大木箱，像上一世我背他那样，这次换成了他背我。来到霞雾山后，有我这个满级日呼陪练，祢豆子进步很快，1个月就掌握了日之呼吸和水之呼吸。上一世我怎么砍都砍不坏的巨石，他手起刀落，轻松劈爆，连玲珑左近次都夸他是100年不遇的天才。既然这么有天赋，我打算不带祢豆子参加藤席山试炼，直接去产巫夫宅邸面见主公，看看能不能给祢豆子封个盟主。鬼杀队总部蝶屋，除了富刚义勇，其他8柱从来没有见过祢豆子。当他们听说有个鬼杀队新人带着个鬼来到鬼杀队总部，差点炸了。所以一进门，祢豆子就被迫跪在庭院中央的白纱上，双手被粗糙的绳子反绑在身后，而那个装着我的子木箱则被扔在了距离他几米远的地上。不死川石弥脸上带着无比狰狞的冷笑：喂，开什么玩笑？富刚，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居然没有当场把他砍了。蝴蝶忍则是微微皱起了眉头：不死川先生，请你冷静一点，在主公大人到来之前，请不要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少拿主公大人来压我。不死川石弥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看向跪在地上的祢豆子：喂，小丫头，你口口声声说里面的鬼不吃人，今天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揭穿这只恶鬼的真面目。话音刚落，不死川石弥猛地拔出了腰间那把绿色的日轮刀，他没有丝毫犹豫，对准了地上的子木箱，狠狠地刺了下去。祢豆子眼眦欲裂，不要！他拼命地挣扎着想要站起来，一道身影瞬间出现在他的身后，蛇柱一黑小巴内用手肘死死地压住了祢豆子的后背，让他动弹不得。放开我，不许伤害我姐姐！锋利的刀刃深深地没入了箱体之中。不死川石弥疯狂地大笑起来：出来吧，恶鬼，快点让我看看你那丑陋贪婪的本来面目！庭院里死一般的寂静，1秒、2秒、3秒过去了，没有任何鲜血流出来。不死川石弥皱了皱眉，难道这一刀直接把那只鬼给刺死？就在不死川准备拔出刀再刺第2下的时候，咔嚓！你这头没有教养的疯狗，是谁给你的胆子弄坏我的门，还敢当着我的面欺负我的妹妹？声音落下的瞬间，轰隆，那个坚固无比的子木箱就像是被塞进了一吨高爆炸药，从内部轰然炸裂。不死川石弥离得最近，他下意识地举起手臂挡住脸。什么东西？一道高挑曼妙的绝美身影从废墟中缓缓站了起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只女鬼竟然完好无损地站在阳光下。在霞雾山修行的这段时间，我偷偷找到朱氏，和他达成了合作。他抽取我的血液培育出药剂，可以大大减少阳光对我的灼烧。这一点我连祢豆子都没告诉。祢豆子惊讶地张大了嘴，甚至忘了哭泣。姐姐，你怎么？炼柱甘露寺密里捂住了嘴巴，小脸变得通红。天啊，好漂亮的女孩子！我缓缓抬起头，目光死死地锁定了站在不远处的不死川石弥，以及那个正把祢豆子按在地上摩擦的蛇柱一黑小巴内。没有拔刀，也没有使用任何呼吸法。砰！地面的白沙瞬间炸开了一个大坑，我的身影瞬间消失。不死川石弥浑身的汗毛瞬间倒竖，下意识地举起日轮刀，想要防守，在哪？但是太迟了，我已经出现在了不死川石弥的面前。啪！一声清脆响亮到让人头皮发麻的耳光声，结结实实地扇在了封住那张布满伤疤的脸上。哇！不死川石弥整个人就像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被这一巴掌直接扇得双脚离地，在半空中疯狂旋转了720度，然后化作一道残影，重重地撞在了10几米外的一堵厚的青石围墙上。双眼翻白，当场被打得失去了意识，一巴掌秒杀封柱。我随手甩了甩刚才扇过封柱的右手，随后目光死死地锁定了正用手肘将祢豆子按在白沙地上的蛇柱一黑小巴内。一黑小巴内只觉得一股凉气从尾椎骨直冲天灵盖，他脖子上的白蛇滴完更是发出了不安的嘶嘶声，发出最为强烈的危险警告：逃，快逃！他猛地松开了压制祢豆子的手，想要向后跃出拉开安全距离，可就在这1%秒内，我已经出现在他身后。一黑小巴内甚至来不及去拔腰间那把如同蛇般弯曲的日轮刀，他只感觉自己的后衣领猛地一紧，我就像是拎起一只不听话的小猫咪一样，单手将这位令人敬畏的蛇柱大人直接提到了半空中。你刚才压得我妹妹很疼吧？既然你这么喜欢把人往地上按，那就去水里好好清醒一下吧。接着我就像是扔掉一袋垃圾一样，猛地将一黑小巴内甩了出去，伴随着扑通一声巨大的落水声，一黑小巴内连人带蛇砸进了庭院角落里那个用来观赏的巨大锦鲤池里。接着我快步走到祢豆子身边，弯下腰，小心翼翼地解开绑在祢豆子手腕上的粗糙绳索。没事吧，祢豆子？有没有弄伤哪里？对不起，姐姐刚才睡得太沉了，没能第一时间出来保护你。祢豆子揉了揉手腕，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她猛地扑进我的
的怀里。我没事，只要姐姐没有被那个人伤到就好。一直保持着沉默的虫蛀蝴蝶忍，眼底闪烁着复杂的光芒。这真的是一只会吃人的恶鬼吗？一道无比洪亮、中气十足的嗓音打破了这短暂的宁静。炼狱性兽狼突然大踏步地走了出来，真是令人大开眼界。虽然你是鬼，但是你刚才展现出来的绝对力量，以及为了保护妹妹而不顾一切的炽热情感，我炼狱性兽狼认可你的心性和实力了。刚刚从水池里爬上来，浑身湿淋淋的一黑小巴内愣住了。炼狱这家伙在发什么疯？居然去认可一只鬼！炼狱双手叉腰，对着我大声喊道：“这位强大的女鬼小姐，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务必做我的妻子，我一定会用我这把言之呼吸的日轮刀，好好保护你们姐妹俩的。”咔嚓，这是在场所有人理智断裂的声音。炼柱甘露寺密离双手捂住通红的脸颊，炼狱先生好大胆，居然当众求婚，好浪漫啊！我叹了一口气，刚准备用最毒舌的话语把这个热血笨蛋撅回去。主公大人驾到！两名穿着和服的白发女童用同样平缓的声音齐声通报，所有人在1秒钟之内全部单膝跪地，深深地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就连刚刚苏醒过来的风柱不死川石迷也强忍着剧痛，满脸恭敬地跪在了白沙地上。产巫夫药哉在2位女儿的搀扶下，缓缓地走出了和室。产巫夫药哉的声音异常轻柔：“今天的天气真是不错啊。”石迷强忍着疼痛，用无比恭敬的语气代表九柱做出了回应：“主公大人，今天在神圣的总部，不仅有带着鬼的对视，甚至还有一只公然打伤柱的恶鬼，这种事情绝对不能被原谅，请主公大人下令，让我将他们就地正法。”产巫夫药哉微微抬起手，示意不死川石迷安静。关于灶门迷豆子带着鬼执行任务的事情，我是知情且允许的。一黑小巴内震惊地抬起头：“什么？主公大人竟然允许？”产巫夫药哉微笑着从袖子里拿出了一封信，这是前任水柱玲珑佐敬次以及现任水柱富冈义勇联名写给我的信。信中提到，如果灶门探子出现任何吃人的行为，玲珑佐敬次、富冈义勇以及灶门迷豆子将会切腹谢罪。此话一出，全场再次陷入了死寂，竟然有助愿意为了一只鬼赌上自己的性命。说到这里，产巫夫药哉面向我，微微地点了点头，我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同样微微欠身，行了一个无可挑剔的平辈之礼。产巫夫先生，初次见面，石迷依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猛地磕了一个头。即便有2人的切腹保证，即便他杀了一个下弦，也不能保证他永远不会吃人。产巫夫药哉温柔地叹了口气，石迷说的也有道理。他再次将脸转向了我的方向，探子小姐，既然大家心中还有疑虑，您是否愿意向我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展示一下您体内那股属于人类的斩断黑暗的希望之火呢？我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一出。我转过身，从迷豆子的腰间缓缓抽出了那把漆黑的日轮刀。九柱瞬间紧张了起来，纷纷将手按在了刀柄上。我手握日轮刀，完全的走入了庭院中央那片刺眼的阳光之下，没有燃烧，没有灰烬。我闭上眼睛，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全集中，日之呼吸。嗡，黑色的刀刃从刀柄处开始，迅速褪去了原本的颜色，取而代之的是宛如太阳核心般刺眼夺目的猩红色，完全体的褐刀。这还不算完，日之呼吸1之形，元武2之形，碧罗天3之形，烈日红镜4之形，幻日红。炽热的高温一波接一波的洗刷着九柱的脸颊，这不是鬼的力量，这是所有呼吸法的起源，险些将鬼5世无惨彻底杀死的终极神技。施展完12形，我收刀入鞘，平静的语气在庭院内炸响：“现在你们还觉得我是一只会失控吃人的劣等恶鬼吗？”岩柱炼狱性兽狼第一个反应过来，他猛地双膝跪地，头重重地磕在了白沙上：“对不起，我收回刚才的失礼，这是超越了人类极限的神之剑技，请务必教导我这套呼吸法，哪怕付出生命我也在所不惜。”紧接着，扑通扑通，不仅是岩柱，刚才还在叫嚣的风柱，被扔进水池的蛇柱，以及在场的所有柱，都在这股绝对的力量和斩杀无惨的终极希望面前，彻底放下了高傲的身段。除了富冈义勇和蝴蝶忍还算矜持地保持着单膝跪地的姿势，我无奈地揉了揉太阳穴，事情好像朝着一种非常诡异且麻烦的方向发展了。都给我起来！我只是向你们证明，我不需要吃人，也有足够的力量捏死你们口中的恶鬼。至于教导呼吸法，我最讨厌吵闹的人，你嗓门太大了，而且我也绝对不会嫁给一个满脑子只有热血的笨蛋。炼狱性兽狼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爽朗地大笑起来，哈哈哈！真是遗憾，但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只要有1/1000的希望，我也会继续努力争取您的认可。一直跪在旁边的风柱不死川石迷，他咬着牙，死死地盯着我：“你这家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既然你拥有这么恐怖的力量，为什么不直接去把鬼5世无惨杀了？你以为我不想吗？2年前的血液，我差点就把他的脑袋给剁了，可惜那个废物逃跑的本事天下第一，直接把自己炸成了1000多块肉片跑了。”这句话如同重磅炸弹，他们穷极一生都在追寻，连背影都看不到的最终 BOSS， 在这个女人嘴里，竟然只是个会抱头鼠窜的废物。坐在回廊上的产巫夫药哉露出了一个无比欣慰的微笑。好了，我可爱的剑士们，事实胜于雄辩，探子小姐的存在是我们鬼杀队战胜鬼5世无惨最大的希望。从今天起，灶门迷豆子正式被认可为鬼杀队的一员，而灶门探子小姐则是我们鬼杀队最尊贵的客座盟友，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对他们姐妹2人表现出敌意。九柱齐刷刷的低下头，齐声应答：“谨遵主公大人指令。”迷豆子终于松了一口气，姐姐被认可了，他们终于不用再像逃犯一样四处躲藏了。我伸了个懒腰，打完收工，我要回去睡觉了。伴随着一阵清脆的骨骼收缩声，那个倾国倾城的火神女鬼缩水成了一个精致可爱的瓷娃娃，在众柱复杂的目光中，熟练地爬进了那个被刺了一个洞的紫木箱里。咔嗒，箱门锁死，在遥远深邃的地下深处，无限城就在几个小时前，下弦之物类被杀死了。最后的画面传回了无惨的脑海中，那个该死的卖炭女鬼，她竟然在白昼的阳光下安然无恙地站立着。1000多年了，她寻找了1000多年的完美体质，竟然出现在了那个让她恨之入骨的怪物身上。传令下去，召唤所有上弦，不惜一切代价把那个女人给我带回来，只要吞噬了她，我就是真正的永生不死的生命。无限城
内，琵琶声骤然变得无比急促，一场真正席卷整个世界的腥风血雨即将在黑暗中彻底爆发。鬼杀队总部蝶屋的病房里，一只体型硕大的凤鸭扑腾着翅膀落在了病房的窗台上。嘎嘎！紧急指令，严住炼狱杏寿郎以及灶门探子、灶门祢豆子，我妻善意，嘴平伊之助，立刻前往无限列车，那里已经有40多名乘客神秘失踪，多名剑士下落不明，立刻登车斩杀恶鬼。而窗外，刚刚跑完50圈山道，浑身冒着热气，累得像条狗一样的炼狱杏寿郎突然从窗台下面探出头来，脸上挂着无比兴奋的笑容。探子小姐，主公大人竟然让我们一起执行任务，这一定是命运的安排，请您务必在无限列车上见证我言之呼吸的觉醒吧。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刚在新手村虐完菜，这无限列车的噩梦副本看样子是躲不掉了。一行人趁着夜色离开了蝶屋，朝着远处的火车站进发。当我们抵达灯火通明的火车站时，已经是深夜了。箱门缓缓打开，我直接从箱子里走了出来，身体在瞬间恢复了高挑曼妙的曲线。走吧，上车。炼狱杏寿郎一上车就赶紧拿出便当，短5分钟，他的面前堆满了高高的一摞空饭盒，每吃一口都要大喊一声5蚂蚁。我扶着额头，这个热血笨蛋是 NPC 吗？只要一上车就得吃饭。杏寿郎看到我，猛地站起身，无比热情地凑了过来。探子小姐，关于那个日之呼吸的剑技，我仔细思考了很久，不知您在旅途中是否愿意指点我一二？闭嘴，吃你的饭！哈哈哈，不愧是探子小姐，连拒绝都这么干脆利落，真是让人钦佩。就在这时，车厢前方的门被推开了，一个穿着制服、面容枯槁的列车员走了进来。请出示您的车票。一股奇异的波动顺着空气悄无声息地蔓延到了整个车厢。仅过了不到3秒钟，全车人全都在这一刻失去了意识，沉沉地倒在了座椅上，只有我依旧静静地坐在座位上，玫红色的眼眸闪烁着洞若观火的冰冷光芒。来了吗？既然你想玩梦境的游戏，那我就陪你玩玩好了。我纵身一跃，直接跳上了正在高速行驶的列车车顶。眼梦正张开双臂，闭着眼睛，享受着狂风的吹拂。算时间，讨厌的鬼杀队剑士精神之河应该被摧毁了吧？只要吸收了他们，无惨大人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的。一道冰冷彻骨、宛如死神低语般的声音在他的耳畔悠悠响起。大半夜的，一个人站在车顶上做白日梦，你的脑子是不是被火车轮子给碾过了？眼梦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你怎么可能醒过来？那种小儿科的把戏，也就骗那些脑子里长肌肉的笨蛋。眼梦终于意识到了眼前这个怪物的恐怖之处，他猛地抬起双手，别太得意了。血鬼术，强制昏睡催眠的细语，给我睡吧，永远沉睡在无尽的噩梦里。然而1秒钟过去了，2秒钟过去了，我依然静静地站在原地。我掏了掏耳朵，你喊完了吗？如果你就只有这点到处让人睡觉的本事，那我可要送你回老家了。话音刚落，我的身影凭空消失在原地。眼梦只觉得自己的脖子一紧，我将他整个人硬生生地从车顶上提了起来，左手并指如刀，直接对准眼梦的脖颈狠狠切下。去死吧，垃圾！噗嗤，一颗苍白的头颅冲天而起。然而那颗头颅竟然没有像其他鬼一样化为灰烬，哈哈哈哈哈哈！太天真了，你以为砍断我的脖子就能杀了我吗？我的本体早就已经和这辆无限列车彻底融合，有本事你就把这辆火车连同所有的人类一起砍碎啊！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你根本救不了所有人。我缓缓地抬起右脚，对准了那颗还在狂笑的头颅，重重地踩了下去。噗嗤，就像是踩碎了一颗熟透的西瓜。整列无限列车突然发生了一阵剧烈的颤抖，车厢内部原本平整的木质墙壁和地板上，无数条粗壮的布满粘液的暗红色触手，如同毒蛇一般从肉瘤中钻了出来，张牙舞爪地扑向了那些还在沉睡的乘客。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言之呼吸，一之行，不知火，那条即将缠住乘客的触手被一道炽热的火焰斩击瞬间切断，烧成了灰烬。身为鬼杀队的主，竟然在列车上睡着了。但是只要我还站在这里，这辆列车上的任何一个人都绝对不会受到伤害。随后伊之助等人也苏醒过来，加入了拯救乘客的团战中。我从车顶回到车厢内部，杏寿郎看到我，一刀将周围的触手清空，爽朗的大笑起来。探子小姐，您来了。别废话，这里一定有一个核心，我去找，你们保护乘客。随后我迈开修长的双腿，朝着列车最前方的车头驾驶室冲了过去。就在我刚跑出2节车厢的时候，旁边的一扇窗户突然被撞碎，戴着野猪头套的伊之助从车顶上直接翻了进来。大姐头，本大爷来帮你了，跟紧我，别拖后腿。很快我们就来到了驾驶室的铁门前。砰！我一脚踹开了厚重的铁门，驾驶室里盘踞着一团巨大无比的暗红色肉块，紧接着数十只眼睛钻了出来，死死地盯住了我和伊之助。快闭眼，只要被这些眼球看上一眼，哪怕是意志在坚定的剑士，也会瞬间陷入深度的噩梦之中。但还是晚了一步，伊之助的身体已经开始摇摇欲坠，好困，眼皮好重。我一巴掌拍在野猪头套上，用物理方式打断了伊之助的困意。大姐头，这些眼睛太诡异了，这怎么打啊？闭上眼睛不看就好了。我闭上眼睛，通透世界，全开。小鬼，看好了，枪，日轮刀出鞘。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灼热的蒸气，银白色刀刃瞬间变成褐刀，日之呼吸，时之行，挥挥恩光。眼梦绝望的嘶吼声在烈火中灰飞烟灭。不可能，一刀消手。眼梦的核心被彻底摧毁，火车也开始彻底失控。我随手扔掉手里的日轮刀，直接从车上跳了下去。被甩在半空中的伊之助发出了绝望的惊呼。大姐头，地面上面对着马上就要倒塌的火车，我深吸一口气，手掌向上，迎着那节坠落的钢铁巨兽，毫不退缩地拖了上去。给我停下！哐当！时间在这一刻仿佛被彻底定格了。那节原本应该将所有人砸成肉泥的车厢，仅只有不到半米的地方，被我用纯粹的肉体怪力硬生生地托举在了半空中。伊之助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这不可能！一个看起来娇滴滴的女人，竟然徒手接住了一列脱轨翻滚的火车。确认车厢已经完全稳定后，我嫌弃地松开了手，轰通一声闷响，车厢稳稳地落在了地上。那个叫眼梦的废物，死了都不让人安生，居然弄脏了我的衣服。众人紧绷的神经也终于稍微放松了下来。就在炼狱杏寿郎准备转身去清点伤员人数
束的时候，地便突生，咚！大地毫无预兆地发出一声沉闷的震颤。炼狱杏兽狼如临大敌，这股斗气比刚才那个下弦之鬼要强上10倍，不，强上100倍。我微微眯起了那双玫红色的眼眸，将祢豆子拉到了自己的身后。终于来了个能打的吗？轰隆！一道黑影狠狠地砸在了距离众人不到20米的空地上。上弦之3，一窝座。这里面谁叫岩柱？杏兽狼义无反顾地站在所有人的最前面。我叫岩柱炼狱杏兽狼。一窝座张开双臂，语气中充满了诱惑和真诚。变成鬼吧，杏兽狼，我拒绝。一窝座叹了一口气，既然你拒绝成为鬼，那么在这里被我杀死吧。术式展开，破坏杀，罗针。一窝座双腿猛地发力，整个人化作一道蓝色的闪电，直接朝着炼狱杏兽狼的面门轰去。炼狱杏兽狼眼神一凛，正准备挥刀迎击，然而就在这生死存亡的1/10秒，一只白皙纤细、看起来没有丝毫力量感的手，毫无预兆地从一窝座的侧后方伸了出来。一窝座在这一瞬间彻底僵硬了，没有斗气，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完全隐藏了斗气的强者？他看到了一张倾国倾城的绝美侧脸，就是他，那位大人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抓回去的怪物女鬼。我说，蓝条纹的矮子，你是那个缩头乌龟老板派来送外卖的吗？一场真正的神仙打架，在我这句充满嘲讽的和善问候中拉开了帷幕。一窝座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至高领域，无我境界。一个看起来如此年轻的少女，而且还是个鬼，竟然踏入了他苦苦追寻了数百年，却始终连门槛都摸不到的武学最高殿堂，别太狂妄了。一窝座放弃了对炼狱杏兽狼的攻击，右臂手肘带着足以将一头大象砸成肉泥的恐怖力道，如同炮弹般向后方狠狠倒去。破坏杀，碎尸。这一记肘击又快又狠，甚至在空气中打出了一声音爆。站在对面的炼狱杏兽狼瞳孔一缩，探子小姐当心。但是他的提醒显然是多余的。我随意的抬起了左手，迎着那犹如钢铁般坚硬的手肘，轻描淡写的挡了上去。砰！狂暴的冲击波向四周疯狂席卷，烟尘散去。我稳稳当当的接住了一窝座那青筋暴起的手肘。怎么会？力气倒是挺大，可惜也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程度罢了。你刚才说人类会老去会死亡，所以很可悲。我左手猛地一握，咔嚓一声清脆的骨裂声响起，一窝座那比钢铁还要坚硬的手肘骨骼被我硬生生捏碎。一窝座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在我看来，像你这种为了追求虚无缥缈的力量，把自己变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丑陋模样，连自己曾经是谁都忘得一干二净的怪物，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悲最可笑的垃圾。说罢，我便松开了捏住一窝座手肘的左手。就在一窝座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拉开距离重新组织进攻的瞬间，一声清脆响亮甚至带着回音的巨大耳光声在空旷的荒野上骤然炸响。上弦之3，一窝座。整个鬼就像是一颗被全雷打击中的棒球，在空中不知旋转了多少圈，重重地砸进了几百米外的一座小山丘里。整个战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众人全都目瞪口呆。善意双手捂住通红的脸颊，双眼冒出了无数颗粉红色的小星星，整个人像是一条扭动的蛆虫一样在地上翻滚。太帅了，仙女姐姐扇人耳光的样子简直太迷人了，如果能被那只美丽的手扇一巴掌，我这辈子也值了。泥豆子站在一旁，看着陷入痴汉状态的善意，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默默地往旁边挪了2步，试图和这个变态划清界限。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战斗已经结束的时候，远处那个巨大的深坑里突然爆发出了一股比之前还要狂暴还要恐怖数倍的冲天斗气，哈哈哈哈哈哈！太棒了，真是太棒了！一道黑影从深坑中一跃而出，稳稳地落在了距离我不到50米的空地上。一窝座那张被扇碎了半边的右脸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愈合。一窝座兴奋的浑身都在发抖。你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你的名字。绝世的强者，我们拥有着同样的无限寿命，我们可以用永远的时间来切磋武技。那个无惨大人下达的通缉令根本无所谓，只要能和你这样的人永远战斗下去，我甚至可以违抗那位大人的命令。我看着眼前这个像个疯子一样大喊大叫的肌肉男，神经病！让我看你那张丑脸看上100年，你还是现在就给我下地狱去吧！一窝座脚下的蓝色12角雪花阵法再次展开，双腿猛地一蹬，地面瞬间崩塌，他整个人化作一道蓝色的流星，向我发起了最猛烈的冲锋。破坏杀，乱世！他双拳化作了无数道残影，面对这如同海啸般压过来的蓝色拳影，我右手缓缓握紧了腰间的刀，呼吸在这一刻变得无比深沉。拳击中，日之呼吸，完全体鹤刀。既然你这么喜欢打拳，那就连同你那可悲的斗气一起烧成灰烬。日之呼吸6之形，灼骨炎阳，一道如同太阳表面旋转的环形火焰斩击，以一种摧枯拉朽的狂暴姿态轰然爆发。猩红色的火焰与蓝色的拳风在半空中狠狠地撞击在一起，一窝座引以为傲的破坏杀冲击波就像是遇到了烈日的积雪，被瞬间焚烧蒸发得一干二净。一窝座瞳孔剧烈收缩，什么？火焰斩击已经破开了他所有的防御，直接切入了他的内拳。2条布满蓝色刺青、坚硬如铁的手臂在鹤刀的斩击下被齐刷刷地斩断。一窝座发出了凄厉的惨叫，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后暴退。他惊恐地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超速再生能力在断臂处竟然完全失效了。这种感觉，这种无法再生的痛苦，一窝座的脑海中再次闪过了无惨大人那充满恐惧的记忆画面。原来这就是那位大人所经历的噩梦。我提着燃烧的鹤刀一步步向一窝座逼近。太弱了，如果你只有这点程度，那就乖乖把脖子伸出来吧。东方遥远的地平线上，一抹淡淡的鱼肚白悄然撕破了黑夜的帷幕。一窝座猛地转过头，看向东方的天空，太阳要出来了。如果现在不走，就算他不死在这个女人的鹤刀下，也会在阳光的照射下灰飞烟灭。破坏杀，灭世！他用全身仅剩的所有鬼血和力量集中在了自己的双腿上，伴随着一声剧烈的音爆，整个人化作一道蓝色的残影，以一种比来时还要快上几分的狼狈速度，头也不回地朝着不远处的幽暗森林里疯狂逃窜。逃跑了，我并没有追上去，因为这具身体虽然融合了无惨的血液，但在系统还没有完全判定我完美克服阳光之前，不能冒着在众人面前被阳光削弱的风险去追击。我打了个哈欠，这破火车是没法坐了。泥豆子，我们走，赶紧找个有床的地方，我要补个觉。随后便再次
缩小成了那个精致可爱的瓷娃娃，熟练地钻进了祢豆子背后的紫木箱里。无限列车的噩梦在出生的朝阳中彻底画上了句号。安顿好一切后，祢豆子背着紫木箱和炼狱杏寿郎等人一起踏上了返回鬼杀队总部的归途。傍晚时分，一行人终于回到了熟悉的蝶屋。刚一进大门，神奇葵就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你们几个真是让人操碎了心！快点去医务室检查身体，善意不许装死，立刻给我进去！”在一阵熟悉的鸡飞狗跳中，众人被赶进了病房进行包扎和休整。病房里，善意和伊之助已经发出了震天响的呼噜声。祢豆子坐在床边，轻轻地擦拭着自己的日轮刀，放在角落里的紫木箱发出一声轻响。我在月光下恢复了高挑曼妙的身段，慵懒地伸展了一下有些僵硬的腰肢，睡得真舒服。姐姐，你醒了，肚子饿不饿？葵小姐在厨房里留了饭团和热汤，我去给你拿。我笑着摸了摸祢豆子的头，不用麻烦了，我不饿。倒是你，今天在列车上表现得非常出色，水之呼吸的运用比以前更加纯熟了，得到我的夸奖。祢豆子的脸颊微微泛红，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病房的门被轻轻推开了，吴蝶忍端着一个托盘，笑盈盈地走了进来。晚上好，探子小姐。祢豆子，看来你们恢复得不错呢。祢豆子礼貌地打招呼，任小姐，晚上好。我已经听炼狱说你们遇见上弦之三的事了，接下来的日子，鬼杀队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疯狂反扑，上弦的鬼或许会倾巢出动。我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温热的茶水，浮现出了一抹充满暴虐杀意的冷笑。倾巢出动，那真是再好不过了，省得我一个个去找他们。无限城内，鬼之始祖鬼武十五惨的绝对领域，伴随着一阵清脆的琵琶声，一道显得有些狼狈的身影凭空跌落在了一处向上的木质阶梯上。上弦之三，一窝座。他那两条在荒野上被鹤刀斩断的手臂，已经依靠着强大的再生能力重新长了出来。无惨站在楼梯的最上方，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跪在脚下的一窝座。一窝座，你让我非常的失望。身为上弦之三，你竟然败给了一个女人。一窝座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大口地吐着黑色的鲜血，剧烈的疼痛让他的身体攻成了一只虾米。无惨大人，请听我解释。闭嘴，你这个废物！民女召唤所有上弦。眨眼之间，100年内最强的6个上弦齐聚于无限城，他们都跪在地上听无惨训话。记住，接下来搜捕那只女鬼的行动，你们必须2两一组行动，务必保证给我抓到她。是，谨遵无惨大人指命。几天后，蝶屋的后院经过了无限列车高强度战役的洗礼，剑士们在这里迎来了难得的休整时光。伊之助正光着膀子做着单指俯卧撑，998、999、1000。伊之助猛地站起身，本大爷还要变得更强，只有变得更强，才能配得上做大姐头的小弟。而我则在躺在榻榻米上，手里拿着一把竹扇，有一搭没一搭的扇着风。祢豆子端着一个小木托盘走了过来，姐姐，喝口凉茶吧，天气有点热了呢。还是祢豆子最贴心。就在这姐妹情深、岁月静好的温馨时刻，围墙外突然传来了一阵极其嘈杂的尖叫声。放开我，快放开我，救命啊！有人要绑架了。阴柱雨水天元，他的左臂和右臂下正十分粗暴地夹着2个正在拼命挣扎的蝶屋小女孩小青和小菜穗，吵死了。本大爷现在有十分华丽的绝密任务需要你们的协助。下一秒，啪，一个脑瓜崩，直接把这位阴柱大人弹得晕头转向。不愧是能够接住火车山飞上弦的探子小姐，刚才多有得罪，但我确实需要女性队员的协助，不就是潜入花街吗？我有办法。雨水天元愣在原地，探子小姐，你怎么知道我的3个妻子在哪？我还没说呢。废话，姐前世可是穿越者，什么不知道？但我肯定不能这么说。那个宋丫告诉我那边有鬼的气息，我猜的。好吧，雨水天元也没多想。那探子小姐，你说的办法是什么？那2个臭小子，给我滚过来！下一秒，善意和伊之助屁颠地跑了过来。大姐头，找我们有啥事？半个小时后，善意和伊之助被神奇葵和几个蝶屋的小女孩死死地按在梳妆台前，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雨水天元在后边大喊：现在你们叫扇子和珠子。而另一边的和室门缓缓打开，祢豆子换上了一身粉银色的高档和服，腰间系着华丽的金丝腰带，让人无法移开视线。而当众人看到走在后面的我时，整个房间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我穿了一件深紫色的丝绸和服，和服的裙摆上绣着大片妖冶的彼岸花，完美的勾勒出了那高挑曼妙到了极点的惹火曲线。善意已经彻底看傻了。仙女姐姐，鼻血不争气的从鼻孔里流了出来。我叹了一口气，别看了，口水都流出来了，赶紧带路，早点把那些恶鬼处理完，我还要回来补觉。夜幕降临，一行人终于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吉原油锅。我们走进了油锅最顶级的油女屋，荆棘屋的老板娘摇着折扇走了进来，她的目光在众人身上扫过，最后死死地落在了我的身上，随后直接掏出一大叠厚厚的钞票砸在了雨水天元的手里。这个穿紫色和服的女人，我们荆棘屋要了。老板娘带着我走到里边一间房间，低声告诉我，听着，丫头，虽然你长了一张连我都嫉妒的脸，但在绝技花魁面前绝对不能有任何忤逆的举动，哪怕他让你去死，你也得微笑着去死，听明白了吗？我的嘴角微微上扬，那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这位头牌花魁到底有多大的排场。大约到了深夜时分，荆棘屋的顶层突然传来了一阵清脆的花瓶碎裂声，紧接着是一个小女孩凄厉的哭喊声：对不起，绝技大人，我不是故意的，求求您原谅我。终于忍不住要露出马脚了吗？我直接化作一道紫色的残影，消失在了房间里。荆棘屋顶层，绝技花魁的专属豪华套房内，一片狼藉。一个12、13岁的年幼侍女额头被砸出了一个大大的血窟窿，她浑身发抖，绝望地哭泣着。而在她的对面，上弦之6舵姬，眼眸中闪烁着充满杀意的冷光。哭？你居然还有脸哭？那我就把你吃掉好了。反正像你这种丑八怪，连给我提鞋都不配。隐藏在和服
服下的粉色衣带已经开始蠢蠢欲动，准备化作锋利的凶器将女孩切成碎片。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瞬间，房间那扇雕花精美的木门被人从外面一脚极其粗暴地踹得粉碎。舵姬愣了一下，猛地转过头，是哪个不长眼的废物敢来打扰我？话音未落，舵姬的声音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硬生生地掐断在了喉咙里。一个穿着深紫色和服、长发及腰的绝美少女正静静地站在那里。当舵姬的视线与我对视的一瞬间，一股前所未有的源自灵魂最深处的恐怖战栗感瞬间席卷了舵姬的全身。跑，快跑，不要靠近这个怪物！无惨大人的细胞在疯狂地向他传递着这个绝望的信息。舵姬不受控制地向后退了2步，他那张原本傲慢无比的脸庞上此刻写满了无法掩饰的惊恐。你是无惨大人说的那只克服阳光的女鬼，你就是那个什么绝技花魁，长得一副尖酸刻薄的丑样，品味还这么低俗，居然也有脸自称是油锅的头牌。性格极度骄纵的舵姬瞬间被怒火冲昏了头脑，你这个低贱的丑女人，你竟然敢骂我丑！几条粉色的边缘犹如刀刃般锋利的绸带猛地从她的背后激射而出，我抬起右手，脾气倒是挺大，可惜也就是个只会乱叫的废物罢了。哈！一声清脆的闷响，那条足以切断钢铁的粉色绸带被我死死地抓在掌心之中。舵姬脸上的狰狞瞬间僵住，这怎么可能？他猛地用力想要将绸带从对方的手里抽回来，但任凭他如何使力都无法撼动分毫。你就只有这点力气吗？无惨那个废物居然挑了你这么个中看不中用的花瓶当上弦，他的眼光还真是一如既往的烂啊！听到无惨这2个字，舵姬感觉自己快要疯了。你这个低贱的女人，居然敢直呼那位大人的名讳！另外7、8条粉色的绸带如同毒蛇出洞一般，从各个死角朝着我的周身要害疯狂刺去。我握着第一根绸带的右手猛地向后一拉，堂堂上弦之6，整个人就像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朝着我的方向狠狠飞了过来。紧接着，啪！一声无比清脆的巨大耳光声轰然炸响，舵姬那引以为傲的漂亮脸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肿起了一个紫红色的巴掌印，他整个人在半空中转了2圈，重重的摔在了地上。舵姬坐在地上，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泼妇一样嚎啕大哭起来，好痛，好痛啊！你这个丑女人竟然敢打我！哥哥你在哪里？快出来帮我杀了他！有人欺负我！舵姬背部的和服瞬间裂开，一个骨瘦如柴、皮肤呈现出病态的青黑色的丑陋男人从他的身体里钻了出来。真正的核心，继父太郎是谁？在欺负我可爱的妹妹？买1送1吗？我缓缓地将手搭在了腰间那把备用日轮刀的刀柄上。既然你们兄妹情深，那今天我就大发慈悲，把你们2个一起剁成肉泥，送你们去地狱里团聚吧！继父太郎发出一阵刺耳的怪笑，他猛地挥动手中的双镰，血鬼术，飞血莲，去死吧！美丽的东西都应该被毁灭！我红唇轻启，吐出一口灼热的气流。呼吸法可不是只有用刀才能施展的，全集中，日之呼吸，没有刀剑的引导，这股纯粹的日之呼吸能量直接化作了一面360度无死角的火焰护盾。飞血莲在接触到这股神圣火焰的瞬间，直接被恐怖的高温蒸发成了虚无的白烟。躲在继父太郎身后的舵姬吓得尖叫起来，这不可能！哥哥，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就在我准备拔出鹤刀，直接将这对烦人的兄妹砍成灰烬的时候，轰隆，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重重地砸在了房间中央。华丽的登场，祭典之神来也！又来了一个送死的猎鬼人，还是个主！继父太郎怒吼一声，身形瞬间化作一道模糊的残影，朝着雨水天元扑了过去。雨水天元拔出背后的双刀，毫不畏惧地迎了上去。来得好，让本大爷用最华丽的音谱把你奏响！当当当，火花四溅，鹰之呼吸的爆炸斩击与继父太郎的剧毒血莲疯狂交织。我则抱着双臂，慵懒地靠在残破的门框上，一副看好戏的模样。祢豆子提着刀匆匆赶来，姐姐，我们不去帮忙吗？而不知死活的舵姬看见我和祢豆子聊天，居然想搞偷袭。他悄悄地释放出几条粉色的绸带，如同毒蛇一般贴着地面直奔我而来，真是不长记性。下一秒，枪，一道清脆的出鞘声，一道宛如烈日般炽热的猩红色弧光在半空中一闪而过。舵姬惊恐地发出了绝望的惨叫，不要！正在激战的继父太郎猛地回过头，双眼自裂。妹妹，一切都太晚了。一颗画着精致妆容的头颅高高飞起，然后重重地砸在了满是狼藉的榻榻米上。我站在原地，手中的鹤刀散发着令人胆寒的高温，居高临下地看着那颗滚落的头颅。现在你可以闭嘴了。舵姬的嘴唇微微颤抖，我的头被砍下来了。而在房间的另一端，继父太郎身体猛地僵住了。妹妹，整个鬼直接放弃了防御，犹如一道疯癫的黑色闪电，直接朝着我的方向扑了过来。不可原谅，你竟然敢砍下我妹妹的头！我要把你生吞活剥，我要让你尝尽这世间最痛苦的死法！漫天的污浊毒血化作一张密不透风的死亡之网，铺天盖地的朝着我笼罩而下。叫那么大声干什么？不仅长得丑，嗓门还这么难听，真是污染耳朵。我连手里的日轮刀都没有举起来，就在继父太郎的毒血镰刀即将触碰到我鼻尖的那1/1000秒里，我抬起右腿，砰，精准无误地踹在了继父太郎那骨瘦如柴的胸膛上。继父太郎以比来时快上10倍的速度倒飞了出去，轰隆一声撞碎了房间的墙壁。站在后面不远处的雨水天元下巴差点掉到了地上，他刚才可是和这个丑陋的男人交过手，在这个紫衣少女面前，堂堂上弦之6竟然像个破布娃娃一样被一脚踹飞了。我看着愣在原地的雨水天元，傻大个，别愣着，他们俩必须同时砍头才能死。舵姬的头颅刚刚重新接好，看着我的眼神中充满了深深的恐惧。哥哥，杀了他，用你最毒的镰刀把他切成肉泥。两兄妹背靠着背，一股远超刚才的恐怖斗气在整个荆棘屋的顶层轰然爆发。砰！旁边的一扇窗户突然被人从外面粗暴的撞碎，两个打扮的惨不忍睹的身影连滚带爬的从窗户外面翻了进来。仙女姐姐，我来救你了！穿着劣质碎花和服，脸上涂着2坨夸张红脸蛋的善意，一个滑铲无比精准的抱住了我的大腿。仙女姐姐，你没有受伤吧？那个丑八怪有没有欺负你？别怕，就算我再胆小，我也要用我的雷之呼吸保护你。善意现在的样子，
像一只急需主人抚摸的小狗。而伊之助挥舞着2把锯齿刀，兴奋地在房间里上蹿下跳。大姐头，本大爷也来了！猪突猛进，我低下头，额头上的井字青筋开始了疯狂的跳动。黄毛小子，我数3声，如果你不把你的脏手从我的腿上拿开，我就把你从这个窗户扔下去。善意浑身一激灵，他像触电一样松开手，连滚带爬地躲到了刚刚赶进房间的祢豆子身后，瑟瑟发抖。好了，闹剧到此结束，你们2个白痴加上那个华丽的笨蛋，去把人质救出来，然后退到一边去。我1分钟之内结束战斗，1分钟之内解决我们！哈哈哈，这真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好笑的笑话。我们可是2位一体的上弦之6，在这油锅的100年里，死在我们手里的柱足足有22个。兄妹俩在这一刻毫无保留地释放出了全部的实力。血鬼术、圆斩旋回、飞行血莲、血鬼术、8重带斩、暗红色毒血气刃，交织成了一阵能够毁灭一切的龙卷风。而舵机的8条绸带则隐藏在血刃风暴的后方，封死了我所有可以躲避的退路。善意也收起了平时的懦弱，闭上眼睛，周身闪烁起金色的电弧，准备拼死保护祢豆子。雷之呼吸，伊之行，伊之助则是挡在前面，双刀交叉，准备硬抗这毁灭性的打击。然而，一道空灵威严的声音在风暴的中心悠然响起：“我说过，你们这些肮脏的邪祟，在我面前连做梦的资格都没有。”嗡！银白色的刀刃在瞬间化为了刺目夺目的猩红色褐刀，实质性的火焰在刀身上跳跃。日之呼吸11之行，日运之龙，头舞，轰隆隆，一条由纯粹的太阳之火凝聚而成的巨大火龙在刀尖咆哮而出，迎头撞上了继父太郎和舵机的联合血鬼术。在神圣的日之呼吸面前，那些引以为傲的毒血和坚韧瞬间被焚烧，净化得一干二净。舵机在火焰的余波中痛苦地惨叫着：“哥哥，救我！好烫，好烫啊！”继父太郎的眼中突然闪过一丝无比疯狂的狠。别小看我，我可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血鬼术，原著漩涡，古比之前庞大10倍的恐怖毒血能量在他的体内疯狂膨胀，眼看就要像炸弹一样爆裂开来。雨水天元瞳孔骤缩，探子小姐，快阻止他，他要自爆！我的身影在原地凭空消失，下一秒凭空出现在继父太郎和舵机中间。日之呼吸一之行，元武，一道完美的环形火焰斩击，同时划过了继父太郎和舵机2人的脖颈，扑通扑通，2具无头的身体倒在地上，开始迅速崩溃燃烧。雨水天元抱着终于苏醒过来的妻子楚河，眼眶微微发红，非常华丽的斩杀。探子小姐，我雨水天元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我打了个哈欠，别说这些没用的废话，我帮你救了老婆，记得付我出场费。我的动作突然一顿，猛地看向了地上那堆刚刚化为灰烬的地方，灰烬在半空中诡异的盘旋，竟然隐隐汇聚成了一张模糊的脸色苍白的男人面孔。我终于找到你了，克服了太阳的完美实验品。雨水天元双腿一软，竟然不受控制的单膝跪倒在残破的榻榻米上。无惨那沙哑的声音依然在房间内回荡，回到我的身边来，与我融为一体吧，只要吞噬了你，我就能成为这世上唯一的完美的究极生物。说完了吗？大半夜的，借着别人的骨灰跑出来装神弄鬼，就为了说这些让人倒胃口的废话？放肆！你竟敢用这种态度对我说话！我是你的创造者，是你的神明，吵死了！下水道里的老鼠！我抬起右脚，对准了半空中那张还在喋喋不休的骨灰人脸，一脚重重的踩了下去。你敢！无惨那充满狂怒和不可思议的绝望嘶吼，在被踩中的瞬间戛然而止。砰！由骨灰凝聚而成的投影，在我的绝对怪力面前被瞬间踩得粉碎。雨水天元维持着单膝跪地的姿势，下巴已经彻底脱臼，那可是鬼舞狮无惨啊，所有恶鬼的源头，这简直比神话故事还要离谱。我拍了拍和服下摆上沾染的灰尘，看什么看？这年头推销诈骗的电话真是越来越多了，听着就烦。我转动手腕，将那把借来的日轮刀扔回给刚刚跑过来的祢豆子。好了，苍蝇都拍死了，现在来谈谈正事吧。华丽的阴柱大人，2只上弦之鬼的命，加上你老婆的命，还有我这大半夜加班的精神损失费，结账吧，少一个字儿，我就把你这座油锅拆了抵债。雨水天元忍不住爆发出了一阵爽朗的大笑，哈哈哈哈！不愧是探子小姐，真是太华丽了，连那位鬼之始祖都不放在眼里。他十分痛快地从怀里掏出一个沉甸甸的锦囊，一把塞进了我的手里。这是我身上所有的财物，请务必收下。这份救命之恩，我雨水天元和我的3位妻子永远铭记在心，还算上当。收队，回去补觉。遥远的地下深处，无限城内，鬼武士无惨猛地砸碎了面前的一张名贵木桌，踩在我的脸上。那个下贱的女人竟然敢用脚踩在我的脸上。她猛地转过身，看着下方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众位上弦，传我的死命令：上弦之1，上弦之2，上弦之3，你们3个立刻给我出动，锁定那个女人的位置，哪怕直接进攻鬼杀队的总部，哪怕把所有的柱都杀光，也要把那个克服了太阳的女人给我活着带回来。鬼杀队总部，蝶屋的清晨，经过了几天的调养，我每天除了吃就是睡，将慵懒发挥到了极致。祢豆子则像个尽职尽责的小管家，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准备各种精致的糕点和茶水。一声鸭叫打破了这短暂的温馨。嘎嘎！主公大人紧急传唤，所有柱以及灶门探子、灶门祢豆子立刻前往主公府邸。半个小时后，9柱已经全员集结，在柱的前方，我双手抱胸，十分随意地站在那里。祢豆子则乖巧地跟在我的身后，手里紧紧握着日轮刀。产巫夫药栽在2位女儿的搀扶下，缓缓走到了回廊上。我可爱的剑士们，根据潜伏在各地的宋押以及引部队传回的绝密情报，昨夜凌晨，上弦之1，上弦之2，上弦之3，这3只盘踞在黑暗中数百年的恐怖恶鬼，同时离开了他们的巢穴，正以一种异常恐怖的速度直奔我们鬼杀队的总部而来。此言一出，全场哗然。封住不死川世弥瞪大了布满血丝的眼睛。什么？上弦的前3位同时出动，蛇柱一黑小八内握紧了刀柄，这怎么可能？几百年来，上弦之鬼从来没有过这种倾巢出动的举动。产巫夫药在微微叹了一口气，那双失明的眼睛转向了我的方向。无惨没有疯，相反，他现在
在的目标无比清晰，他派出了手里最强的3张王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探探子小姐抓回无限城。岩柱、悲鸣与刑明双手合十，既然他们的目标是探探子小姐，那我们必须立刻将她转移。众柱纷纷附议，我捂着嘴轻笑了起来。撤退，逃跑？你们是在跟我开玩笑吗？不就是3个活了几百年的老变态吗？无惨那个废物不敢自己来，就派这3个垃圾来送死。产无服药灾听着我的话，那张残破的脸上绽放出了一个无比释然的微笑。既然探探子小姐有如此决断，那么鬼杀队全员听令，今夜我们不退。就在这产无服一族的府邸，迎战12鬼月的最强之敌。为了人类的未来，为了斩断1000年的悲怨，9人齐声怒吼，气势冲天。9柱誓死追随主公大人，誓死守卫鬼杀队。太阳渐渐西沉，最后一抹残阳如血般染红了天际。9位柱按照各自的呼吸法特性，在庭院的周围布置了最严密的防线。而在庭院正中央的木质回廊上，我穿着那身紫色的赤松纹和服，犹如一个等待客人的贵族大小姐，十分慵懒地跪坐在软垫上。泥豆子握着刀，犹如一个忠诚的护卫，寸步不离地站在姐姐的身后。铮一声，一长清脆的琵琶声轰然炸响，一条通往无限城邑空间的通道直接悬浮在了蝶屋的庭院正上方。岩柱炼狱性兽狼怒吼一声，抽出了燃烧着火光的日轮刀。来了！通道内几朵晶莹剔透、散发着致命寒气的冰莲花，率先如同瀑布般倾泻而下。一个留着橡木色长发、手里拿着金色铁扇的男人从空间裂缝中缓缓飘落。上弦之2，童魔。哎呀呀，大家晚上好啊！真是不好意思，我们没有收到邀请函就不请自来了。童魔的话还没说完，一道满身刺青的身影如同陨石般从天而降。砰！上弦之3，一窝座。然而这还没有结束，哒哒，伴随着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一个穿着紫色和服的高大身影从空间通道的深处缓缓走了出来，6只布满血丝的恐怖眼睛。上弦之1，黑死眸，你就是那个掌握了日之呼吸的女鬼，那是属于那个男人的神之呼吸，你这种来历不明的怪物不配拥有它。我拿起一块丝帕，轻轻擦了擦嘴角，一个满嘴谎话的虚伪人妖，一个只长肌肉不长脑子的矮，还有一个长了6只眼睛、丑得让人想吐的老怪物。既然你们这么急着来送死，我缓缓地站起身，将手搭在腰间的刀柄上，绝美的脸庞上绽放出了一个无比和善的灿烂笑容。无惨那个废物，到底是去哪里捡了你们这3个歪瓜裂枣？那今晚我就大发慈悲，把你们3个的骨灰全都扬进这后山的臭水沟里吧！大战一触即发。开战了！开战了！我独自对阵3位上弦，一脚秒杀童魔。完美的日之呼吸让黑死眸彻底疯狂。一场代表着日月争辉的宿命之战，正式拉开了最为惨烈的帷幕。不死川石迷咽了一口唾沫，这女人到底知不知道死字怎么写？蛇柱一黑小八内那双异色瞳中写满了不可思议。这已经不是狂妄了，这简直就是疯子。他是在故意激怒他们吗？就连一直站在我身后的祢豆子也忍不住伸手扯了扯我的衣角。姐姐，虽然他们长得确实有点奇怪，但我们这样当面骂他们是不是不太好呀？不远处的善意直接双腿一软，跪在地上抱住了脑袋。完了完了，仙女姐姐彻底疯了，那可是3个上弦啊！我们今天全都要变成这院子里的化肥了。呜，我还不想死啊！而上弦之2童魔不仅没有生气，像个看到了心爱玩具的变态一样，大笑着向前走了2步。哎呀呀，真是太有趣了，太美妙了！多么尖锐的语言，多么美丽的脸庞！你愿意加入我的万世极乐教吗？只要你愿意成为我的信徒，我可以亲口将你吃掉，让你的血肉与我永远融为一体，一起通往极乐世界哦！我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真恶心！你那张虚伪的笑脸，看一眼都让我觉得是对我眼睛的侮辱。童魔微微一愣，随即再次展开了铁扇，真是冷淡啊！既然你这么不听话，那我就只能先把你冻起来，再慢慢享用了。一股足以将血液瞬间冻结的恐怖寒气从童魔的身上轰然爆发，血鬼术、枯源垂血，数不清的锋利冰刃夹杂着带有剧毒的冰晶，犹如一场暴风雪一般，铺天盖地的朝着我席卷而来。岩柱炼狱性兽狼大吼一声，准备挥刀上前帮忙抵挡。探子小姐，快退开，不要呼吸！然而奇迹发生了，那些夹杂着剧毒的冰晶在靠近我身体不到半米处，瞬间气化成了丝丝白烟。全集中，日之呼吸。童魔终于出现了一丝错愕，什么？就在他愣神的这1/10秒里，我的身影凭空从回廊上消失了，在你的头顶上。白痴！砰！我带着一种不讲任何道理的绝对怪力，自上而下，结结实实的踩在了童魔那张笑眯眯的脸上。这可不是普通的踩踏，这是融合了满级日之呼吸和无惨细胞的主级物理打击。烟尘散去，童魔的上半身已经彻底没入了泥土之中，只剩下2条腿在外面无意识的抽搐着。我十分嫌弃的在草地上蹭了蹭鞋底，满嘴喷粪的东西就应该待在土里当肥料。随后转过头看向了站在不远处已经彻底呆滞的上弦之3一窝座。那么接下来就轮到你这个只会逃跑的蓝条纹矮子了。一窝座咬紧牙关，你这女人！脚下的蓝色12角雪花阵法瞬间展开，破坏杀罗真，我要杀了你！我一定要用我的拳头打碎你那种高高在上的傲慢！一窝座怒吼一声，双腿猛地发力，整个人化作一道蓝色的闪电，准备朝着我发动自杀式的冲锋。然而就在他即将跃出的瞬间，一只冰冷苍白的手突然按在了他的肩膀上，退下！一窝座浑身一僵，回过头，上弦之1黑死眸，他不知何时已经走到了一窝座的身后，如此难看的姿态，简直是丢尽了上弦的脸面。这个窃取了神之呼吸的怪物，必须由我亲自来斩杀！一窝座虽然心中万分不甘，但在上弦的绝对阶级压制下，他只能咬碎了牙齿，默默地退到了一边。黑死眸缓缓向前走了2步，他缓缓地将手搭在了腰间那把布满恶心眼球的肉色武士刀上，一股比刚才童魔的寒气还要冰冷10倍，充满了无尽绝望与杀戮的恐怖剑气，犹如海啸一般，朝着四面八方疯狂席卷而去。岩柱悲鸣与刑明停下了拨动佛珠的动作，好可怕的压迫感！狭柱石头无一郎看着黑死眸的身影，大脑深处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刺痛，他感觉到自己的血脉在某种神秘力量的牵引下产生了共鸣，那是一种源自祖先的恐惧。你也是使用呼吸法的剑士吗？黑死眸没有理会周围那些柱的震惊，拔出了那把名为虚枯神躯的诡异长剑，让你见识一下什么
么是真正的呼吸法？月之呼吸一之形，暗月萧之功，一道犹如星月般锋利的巨大紫色剑气，夹杂着无数细小不规则的圆月刃，带着撕裂空间的恐怖呼啸声，朝着我拦腰斩去。九位柱同时发出惊呼：探子小姐，当心！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剑，我脸上的慵懒终于彻底消失了。就让你这个活在别人阴影里的可悲冒牌货，好好看看什么才是真正能把黑夜烧穿的太阳。枪，日轮刀轰然出鞘，一股犹如火山喷发般炽热、狂暴的火红色气浪从我的体内轰然炸裂。全集中，日之呼吸。我双手握刀，迎着那道紫色的圆月刃，毫不退缩地挥出了一记朴实无华，却蕴含着无尽高温的劈砍。日之呼吸的太阳之火与月之呼吸的紫色剑气，在蝶屋的庭院中央狠狠地撞击在一起。在接触到那燃烧着神圣火焰的鹤刀瞬间，黑死眸引以为傲的月狐剑气，在恐怖的高温下被瞬间焚烧，蒸发成了虚无的白烟。短短几秒钟的时间，蝶屋庭院瞬间变成了一个温度高达几十度的超级桑拿房。黑死眸那6只眼睛剧烈地收缩着，这种无可匹敌、霸道到了极点的剑技姿态，和400多年前那个在血月之下犹如神奇般站在他面前的男人，简直一模一样，不可原谅。黑死眸身上的紫色和服瞬间被狂暴的斗气撕裂，刀刃上长出了无数错综复杂的锋利分支。不管你是什么怪物，凡是掌握着日之呼吸的人，都必须死无全尸。上弦之一的真正形态彻底解放。